方，痛快嚎啕了一场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生活过成了这样，不咸不淡的日子将就过了上半场。是谁养了一把傻子啊？我没哭，只是被迷了眼眶。别松手啊，我最好的傻瓜，你哪儿都不差，我没说谎话，你很好很好啊。最该被温柔对待的人是你自己啊。遥远的太阳在你身后头顶上啊。主任，刘淼去厕所半天了，我也不知道他还在不在里面。我有点担心他会不会因为咱们违约，所以不想录了。你说我用不用跟他联系一下？心真大。萱姐，你找我啊？去给我倒杯水。好。坐。到现在为止，他们还没有跟节目组承认刘淼那台手术出现了意外，估计就是想隐瞒到底。周静雯那台手术终止的视频准备好了吗？必须的，我都安排了几台机器，到时候视频一放就拍特写，幕后花絮肯定更精彩。这次的2台手术我们也是全程记录。说实话，这么近距离的观看手术过程，确实非常考验心理承受能力。等节目上线了，你们也可以一起来挑战一下。其实呢，在这2台手术过程中，也经历了不少的意外和波折。2位专家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吗？手术很顺利，皮瓣成活的情况呢也符合预期，2位患者术后恢复的也很好。周主任也同意乔主任的说法吗？同意，很顺利。2位真不愧是黄金搭档，配合的真默契呢。我相信观众朋友已经和我一样，开始磕起了他们俩的 CP 了吧？不过，我们拍到的一些情况，似乎和你们说的不太一样呢。来，请看大屏幕。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下，有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说明。其实刘淼手术的当天出了一些状况，到最后是我跟乔主任一起完成的。明杰，哎，干嘛去啊？能帮我放下这个吗？不能播吗？哦，只要是关于手术，没什么不能播的，可以播。不知道。大家可以看哦，在打开面部的时候，其实他骨头糟烂的程度比片子看到还要严重，大家应该觉得不可思议哦。但是对我们外科医生来说，这个在手术台上还是经常见到的。我当然还是可以决定磨掉他的骨头，跟3D 骨结合，但是我没有这么做，那是因为它的形状会不如预期。我在他肋骨的第7节取了一块。主持人，这里我插一句话，这个方案确实效果更好，但是需要2个人配合，一个人磨骨，另一个人取骨。是的，何教授，所以我找乔主任求助了。说实话哦，当下我没有想那么多，只想把手术做好。但是现在想想，既然是比赛，这是有违公平的。
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明。那台下的专家怎么看呢？可以理解，都是为了患者。乔主任自愿给你当助手，你仍然是这台手术的主刀，在流程上没有问题。那评比还继续吗？是不是要征求一下乔主任的意见？我没意见，那就看观众的意见好了。那观众朋友们，孟主任已经把你的病历发给我啊。你是31岁在妊娠期间长出肿物的吧？是，那是为了生我，之后每年都在长，我就一直劝他过来把它切了，他就说自己工作忙，一直拖着。你看现在长得那么吓人，我穿上衣服不就看不见了吗？孟医生也说了，就算是切了，也会再长的。我不得合并同类项的切呀。每年都说是最后一届，今年终于退休了，学校又返聘他，他又答应了。我就说你答应也行，总得先把手术先做。能不能让我自己说？医生，你看，主要是呢，他现在往脸上长了，我就怕影响上课。孙老师，您是特级教师吧？是，我带了20年的高三，我带的第1届学生，跟你的年龄差不多。怪不得呢，刚才您一进来，我背都不敢驼了。见我们主任都没见您紧张。孙老师，你有什么独门秘方，赶快传授给我，我得要好好治这个不求上进的徒弟啊。您可别说笑了。哎呀，说回正题吧，您这个是神经纤维瘤，好事呢是你这个不会变成恶性，但是你这个瘤体比较大，这个术中可能会有出血的挑战。等到切除之后呢，你的乳房那个形态会有一些变化，可能要做修复。你看啊，这一块。周主任这是干嘛呀？先是抢病例，硬塞一个有手就能做的小 case 给咱们，现在又停职，他真的不是为了手术大赛第2轮？师傅，我又说错了。没有什么手术是小 case， 我只是很诧异，你居然到现在还在关心那个破大赛。我替你鸣不平啊！大可，电梯来了，走啊，师傅。你先上去吧。来，等我那个，去。很没面子吧？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，根本不在乎孩子的感受。我爸就这样。我说过了，我不是孩子。你当然不是孩子，你人高马大的。认识一下吧，整形外科主任乔阳。那你能帮我安排手术吗？我得先了解一下情况。你今年多大了？23。23哦，23的话，这个荷尔蒙有浮动也是正常现象。按理说你吃药、减肥，应该是能达到效果。调激素嘛，我调过了，没用。所以你才想到要做手术。然后父母也不同意，你就自作主张了。手术我是可以给你做的，但我们医院有规定，贷款整形的病人是拒接的。那咨询的没跟我说不可以贷款。不可能，肯定是你自己理解错。我没有理解错，他就没跟我说贷款这个事。你说原话是什么呀？反正就是我发现手术费特别贵，然后我加上我所有生活费都不够，然后我就问那咨询的，我说能不能分期付款，然后他说现在很多种金融方式都挺灵活的，还嘲笑我说一个大学毕业生怎么连这个都不懂。那你懂吗？我当然懂，我大学一舍友就在网上买过手机，贷款买的，现在贷款很常见啊。那你懂得还挺多，挺机灵啊。然后我问他，我说我能不能贷款，然后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和他没关系。然后我就说你办一个呗，反正之后自己还呗。有事儿啊，乔主任？这么早就下班了？晚上2个饭局，原料、设备
媒体、客户都得维护。哎，唐总，什么事这么急啊？我待会还有。乔主任，李总和咨询都回来了。瞧你这兴奋劲儿，我以为是人类攻克癌症呢。啊？苹果肌的问题，我们还是好解决的。你愣着干嘛？赶紧干活啊！哦。应该是关注患者非做不可的理由，尽可能去理解他。大宝这个手术我还是会给他做。节目组发的下期预告，你们没人看吗？这不就是火上浇油吗？这不是，咱们刚刚对外宣布了贷款整形会严查，现在乔阳就在节目里公然说要做这个手术，对吧？你说为什么呀？这是？不是唐总，我跟乔阳讨论过了，大宝这个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，这是恶意剪辑，我要跟节目组核实一下。核实有用吗？就算是人家恶意剪辑，那已经发了呀。贷款整形，这帽子如果要是扣实了，对科目伤害太大了。我就不应该去看病，我哪知道这2天没来人有这么大的乱子，赖我。你说我这喉炎，早不犯晚不犯，偏偏这2天。你们没来之前，我给郭璇打过电话，我跟他大吵一架。我之前跟他说的好好的视频，你要让我看一下再发呀？那哪有这样的呀？你跟他吵架有什么用啊？而且你现在嗓子这个样子，你吵得过人家吗你啊？李总，你说你给郭璇打过电话，他怎么没跟我说呢？那跟你说又有啥用啊，静雯？等你去处理这个事儿，那热搜又爆了好几条了。你也别说周主任，别说这郭璇强硬了，跟我说了，视频不会撤的，说顶多是我们格目给一个交代，他配合我们发一个声明，气人不气人？不是，他就为了节目效果发了这个视频，让我们给交代，凭什么？你看人家拿着咱们的把柄吗？好了，现在是这样啊，贷款整形呢已经是既定事实了，我们在这儿就商量一下，我们怎么给公众一个交代。其实真是跟你们说实话，我这2天心里难受极了，我好几天晚上都没睡好觉。我的想法啊，主要责任人张青必须开除。当然了，其实他也是一时糊涂，咨询犯这么大错误，第一责任人是我教导无方，我应该跟他同罪同罚，我应该跟他一起离开格目。哎呀，不用，不至于，李总，没必要对自己这么严厉。格目哪能少得了你啊？你走了，那这咨询这一块怎么办？是啊，这谁有那个意思呀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整这么抓马？你真真假假的，你反正整得我心里还怪难受的。那我坚决不同意啊！哎，要这么说，那是不是我也有责任？要不我也一块儿走？都是我的责任。犯这么大错误，我必须接受惩罚。我愿意停发本季度工资，免去前年奖金。没有这个必要。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坚决辞职。同意，都同意啊！老钱，钱能解决的事都是小事，他愿意停多久让他停多久啊！这事赶紧翻篇。那问题不是咱们想翻篇就能翻过去，那乔主任那视频怎么办？你说他接受这个采访，没有经过我们任何人，在这个风口浪尖上，他非要1意孤行，这个行为你给格目带来怎么样的损失？怎么处理？是不是我们大家应该讨论一下？阿姨，您看我们这个湖景房啊，那就是那儿吗？这是公园啊，阿姨。这不是湖吗？这朝这面就挺好的，你可以，只要你喜欢，这没问题，我们也可以。哎，你好。啊，
这是我女儿。哦，姐你好，来，听阿姨一直念叨您，说您孝顺。我们的车一会儿来了，跟我们一起去好不好？是吧，阿姨？对，去哪？在说什么？看房子。哦，那阿姨没跟您说是吧？那您看一下，我们这个湖景房，地段特别好，而且朝向都好，周围环境也好，特别适合老年人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没事，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朝向。我说不用，我跟阿姨还有事聊。哦，那行，阿姨我先走了，我们电话联系好不好？哎，好嘞，拜拜，姐。哎，那你慢点啊。哎，好嘞，阿姨。哎，你没事别跟人家乱聊天，还留什么号码给人家，专门骗老人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懂。来，坐着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跟他们说话，我就逗逗他们好玩。哎呀，那个嘴可甜了，说阿姨，今天下雨了，出门带上伞。哎，你跟他怎么说？说多少他都不烦你。还有一个，你跟他说话，他要送很多礼物，这是免费的。你看鸡蛋，有伞，有小扇子，还有牙刷，还有那搓澡巾，你要不要啊？你是挺精的啊，不怕你被骗啊？啊，对了，你还没吃饭呢吗？走，我带你去周凯那个店里吃去。不用了，不用了啊！我不吃，跟你说2句话呢。来，喝水。啊，你还记不记得在中考的时候，我拿了全镇第1啊？你第1啊？哇，这么厉害呀！啊？那时候你就说值得庆祝。带我去吃了一个炖猪脚，那还是我第一次上饭馆哦。哦，炖猪脚，哇，那顿饭好贵呀！你弟弟周凯，你说他多淘啊，把你班主任的儿子就那仔仔，咔一个大嘴巴子打上去，班主任就说要赔很多钱，又要处分他，说学都不能上了，我愁的。哎，突然他有一天老师就把我叫过去了，说不处分了，也不用赔钱了。哎，这是个大喜事，对吧？那个又要庆祝一下，炖什么来着？炖猪脚。哎，哎，我跟你说那房子，你看那个桥那边，哎，那个小伙子劈了，就那儿，你看见那个小洞洞没有？还有个黄鸭。Surprise！ 你这么早回来啊？你是不是等很久了？也还好，我的情报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。谢然跟我说你下午早早就出来，吓得我赶紧回来布置。毕竟这是我们2个第一次单独过结婚纪念日。开酒吧，我带下酒菜了。我都不知道你买了这个，我还给你做了牛排，要不要尝一点？等等吧，我今天特别想吃炖猪脚，看着不错。这在你们家那边怎么叫的？就叫闽南炖猪脚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也学一学，改天做给你吃，要不然每天翻来覆去都是煎牛排。不用了，你做的已经够多了，还要学做这个？别这样夸我啊！他俩关系好吗？我记得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没见过他。一般吧，我都跟了璇姐5、6年了，录节目、拍戏什么的，璇姐朋友圈都不发他，他也很少来现场。哎呀，但这也不能说明问题啊。你朋友圈平时也不发情走吗？不会是离婚了吧？什么呀？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我没说你，我说郭璇儿。涛子，这郭璇儿跟这方宇不会是离婚了吧？不知道。他刚才进去的时候手里拿了束花，你说谁家老婆受伤了，老公赶往医院的途中还会有闲心买束花啊？
感觉这俩人就不是夫妻，更像是朋友关系。而且郭璇一受伤就告诉了孟浩然，这也太不避讳了。他就怕方宇撞见。没想到你还注意的挺仔细的。我平时只是懒得把关，这不代表我瞎呀。姐，你说的对，璇姐确实只有工作的时候才会戴婚戒。是，他今天也没戴。这就能说通了。看来郭璇的秘密不是出轨，而是离婚。这也是他不愿意站出来作证的原因吧？你不在病房盯着吗？又溜出去买吃的呢？冤枉！这是咱们接着那个剧组的主演孟浩然，他来看他们剧组受伤同事，给咱们医护也点的餐，趁热。哎，你说他们3个人里头，谁最愿意离婚曝光了？谁呀？我。小孟哥，哎，桃子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男朋友啊？我看新闻了，都是没有根据的事儿，你别太在意，警察肯定会调查清楚的。等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？他现在急需要人献血。但那个人因为网上的风言风语，不愿意帮他。哥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。哥，看起来没戏了。以他的立场，想去也没办法。6点半了，献血的人还没回复。没呢。怎么样了？在里边呢。什么情况啊？挺稳定的。挺稳定的。人美心善，技术精湛。是他非要这么写的。我说的实话啊。您别嫌傻，哪傻了？每一个字都非常准确，但就这4个字要再大点就好了啊！赶紧给我挂起来。好。今儿转院哈，你皮瓣恢复的很不错，给你转到康复医院做后续治疗，费用能省1大半呢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就是喘气的时候还闷不？好多了，谢谢你，乔医生，我能捡回这条命，全亏了。哎，甭客气。哦，对，你一定要记得谢谢魏大夫。明白。你能熬到手术可全靠他呀，他护理的很精细，否则神仙来了都救不了你。医生，你手法真不错，都不怎么疼。你看我要不要做个鼻综合呀？打针感觉效果不太持久。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。这样，我给你鼻头也打一点，你看看效果。等过1个月吸收差不多了，你再来找我。那你先帮我约上呗，怕到时候过年人多不好约。不用，你一会儿加我微信，直接找我就行。奶茶来喽。呀，给谁发信息呢？不该问的别问，我怕你伤心。行，给你空间啊。
哎，谁买的果篮啊？能吃吗？丁之客，没事你吃吧。哎，对了，主任这2天让我整理客户资料，包括离职医生的那些，我就琢磨，这晴晴不都开除了吗？怎么贷款整形还没完？感觉医院最近会有大事儿。医院经营不行了，就开始搞内斗，还不是为了甩锅？别，少说2句，隔墙有耳。看给你吓的，一山不容二虎，这在咱格木都不是什么秘密了。贷款整形就是个导火索。你这么说，弄得我都有点慌了，不知道我的客人里有没有这种的。肯定有啊，就你自己看不出来而已。我之前跟着住院的时候就有一个，也是晴晴带的，他以为我们不知道呢。我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呀？那客人叫什么呀？他好像跟我高中同学一个名，张杰，女字旁的杰。张杰。听说你要结婚了，想趁着过年回家，顺便把事儿给办了。我说呢，平常都会选择汉堡、披萨，怎么今天跟我一样在那边啃草？原来是为了穿漂亮婚纱。特别佩服您，这么多年身材一直保持这么好，太自律了。我这刚吃1个星期就有点受不了了，我感觉这脸都给吃绿了。哎呀，没想到你都要结婚了啊！我还记得你刚来格木的时候，那时候刚毕业吧？那时间过得好快啊！您问的那件事情，我没有参与。我不是来找你兴师问罪的，我是要问你另外一个事儿。贷款整形，陈大宝应该不是第一个客人吧？你还知道其他人的名字吗？我像客户资料都查不到了。不可能查到的。资料被处理过。先生，你可以再帮我一个忙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药房、手术室的档案还有病历都在这儿，要离期很谨慎，该处理的都处理完了。估计他也猜到郭兄会来告诉我。这么多档案，你是想把他们做交叉对比？